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播客，我是主持人玛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洋。玛丽，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聊一些关于中文学习的有趣话题。没错，我们收到了很多观众的来信，他们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，有开心的，当然也有很多痛苦的。说到痛苦，我倒是很好奇，在他们看来，学中文最难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猜100个学生可能会有100个答案。你说的对。不过呢，我们总结了一下，发现有3件事是大家抱怨的最多的。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3座让外国朋友们望而生畏的大山。哦，3座大山，听起来就很有挑战性。快说来听听是哪3座？这第1座大山就是中文的声调啊，这个我完全同意，绝对是排在第1位的。我们平时说话可能不太会注意到每个字的声调，但是对于母语里没有声调的外国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天书。一点没错，很多外国朋友的语言，比如英语，他们习惯用声调的升降来表达情绪。比如一句话用升调说，可能就是个问题；用降调说，就是一句陈述。但是在中文里，声调是固定的，是用来区分字义的，而不是主要用来表达情绪的。对，这就是最关键的矛盾点。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跟我诉苦，他说他感觉自己说话像个机器人，因为他要努力地控制每一个字的声调，根本不敢加上自己的喜怒哀乐。他觉得如果把声调说对了，情绪就没了；可如果带着情绪说，声调就全乱了。声调不仅仅是发音准不准的问题，有时候真的会引起巨大的社交误会。而且，最让学习者困惑的是，很多时候，即便他们单个字的发音是正确的，但把字连成一句话的时候，声调又会变得很奇怪。没错，比如我们常说的你好，其实是2个第3声在一起。按照规则，第1个第3声要变成第2声。这种声调的变化叫做音变。对于学习者来说，又是一个需要记忆和练习的难点。是的，所以要在控制好每个字声调，注意音变规则的同时，还要自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情绪，比如开心、难过、惊讶、生气。这对于外国人来说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我完全理解。那么，关于这个声调问题，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？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说的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听多说，模仿母语者的发音和语调，让耳朵和嘴巴都熟悉起来。另外，有时候在句尾加上一些语气词，也能在不改变声调的情况下帮助表达情绪。比如说，你好，想要表达的高兴一点，可以说你好呀。这个建议很实用。好，那说完了第1座大山声调，我们来看看第2座大山是什么。第2座大山就是我们既熟悉又痛恨的汉字。哈哈，这个痛恨用得好。汉字，特别是写汉字，别说外国人了，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会提笔忘字。我们先说说认识汉字。对于很多西方学习者来说，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系统。他们的语言是拉丁字母，比如英语由26个字母组成。他们就算不认识一个单词，他们也能根据字母把它读出来。对，能读出来，但不知道意思。而中文正好相反，
没错，很多外国朋友看中文，经常是能看懂意思，但读不出来。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很多学中文的外国人是哑巴中文，阅读能力比口语能力强很多。这个我深有体会。我有一个德国朋友，他看中文报纸，看懂个大概没问题。但是你让他把那段新闻读出来，他就开始了。因为很多字他认识，但忘了怎么读。这就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最大的区别。汉字本身不直接提供读音信息，你需要单独去记忆每个字的发音。当然，汉字也有优点，就是它的表意功能。很多汉字是可以通过偏旁部首来猜测意思的。比如带3点水的字，大多和水有关，像河、海、湖。带单人旁的字，大多和人有关，像你、他、痞。是的，这算是汉字系统里一个很有逻辑和美感的地方。但是，认识汉字还只是第一步，更难的是写汉字。写汉字那真是一门艺术。为什么说是艺术呢？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，每一个字都像一幅画。你看这个山，就像一座山峰；看这个木，就像一棵树。对，2个木在一起就是林，3棵木在一起就是森，非常有画面感。但是对于习惯了写字母的学习者来说，写汉字就像是在画画，而且每一笔的顺序还不能错。我教过一个英国学生写我这个字，他看着这个字眉头紧锁，然后问我，老师，这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剑在战斗吗？还挺有想象力的。你别说，这么一解释，好像还真有点像。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而且汉字里还有很多长得很像的双胞胎或者3胞胎，比如己、乙、巳，或者人、入、八。没错，稍微一点点的不同，意思和读音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，对于写汉字，唯一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多练习了。是的，没有捷径。不过说实话，现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写汉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电脑和手机打字。所以，对于只是想进行日常交流的外国学习者来说，我的建议是认大于写。能认识汉字，能打出来，就已经非常棒了。我同意，能流利的阅读和打字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已经能解决99%的沟通问题了。手写汉字可以作为一种兴趣或者更高的要求来对待。没错儿。好，声调和汉字这2座大山我们都聊了。现在我们来谈谈这第3座，也是很多人认为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。哦，比声调和汉字还难，那一定是成语。没错，就是成语。为什么成语这么难呢？因为它往往是用最简单的4个字，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，背后可能是一个历史故事，一个神话传说，或者一个深刻的道理。你如果只看字面意思，很可能会完全理解错。我举个例子，对牛弹琴，字面意思是对着一头牛弹钢琴或者古琴。一个外国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成语，就很好奇地问我，为什么？那头牛喜欢听音乐吗？还是那个弹琴的人疯了？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成语是用来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，白费口舌。
是说听话的人像牛一样，完全不能理解。所以很多外国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当他们觉得自己中文已经很不错了，可以流利对话了，但一碰到成语，就瞬间被打回原形，感觉自己像个文盲。因为成语是汉语的精华，它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，它就像一个压缩文件，4个字里包含了图片、声音、故事和情感。这个比喻很棒，所以对于成语的学习也不能死记硬背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，比如去听听成语故事，看看相关的动画或者书籍。当你了解了画蛇添足的故事，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为什么要画蛇，为什么要添足，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是多此一举。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，才能真正的掌握它，并且在正确的语境下使用它。没错，所以今天我们聊了外国人学中文最难的3件事：声调、汉字和成语。每一件听起来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困难，我们还是看到了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带着极大的热情在学习中文。他们不怕犯错，不怕闹笑话，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可爱的朋友们一样。是的，语言学习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犯错、不断纠正的过程。这些因为声调、汉字、成语而闹出的笑话，其实也是学习过程中非常宝贵的有趣的经历。我完全同意。所以我们想对所有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们说，不要害怕这3座大山，勇敢地去攀登吧。你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，说的每一句错话，都是进步的阶梯。没错，而且当你真正理解了声调的韵律、汉字的美感和成语的智慧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加广阔、更加迷人的中文世界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给正在学习中文的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欢笑。如果你也有因为学中文而闹出的有趣笑话，欢迎给我们留言分享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